欢迎来到凯蒂斯的象棋占卜。今天呢，我们又来谈到了，不知道你在感情世界里呀，是不是有点像凯蒂斯可能曾经经历过非常非常痛苦的分手。那其实呢，在感情里面会分手的原因有很多种，有时候可能是对未来的一种不确定性，就是你可能也不知道他愿不愿意给你承诺，或者是你也不清楚你跟他能不能走到最后。不论是他有没有给承诺，或者是你觉得无法跟他继续牵手走下去，这种感觉都会非常的焦虑跟不安，好痛苦哦。但是有时候不是两人的关系，而是来自于家人跟朋友还有社会给的一些压力，觉得你们两个不适合，工作不匹配，家庭门楣可能不一样，或者是家庭的经济状态差距太大。但是呢，分手后不是代表爱情会完全的消失有时候还深爱着他呢，好渴望能够再次回到过去，通过复合再与他再续前缘嘛，对不对？尤其是在刚分手的时候一个人回到孤独的一个房间，那种痛苦还有孤独的感觉，那么你好像很难承受一个人待在房间，所以你只好一直在外面，那种太压迫了，强烈的孤独感。然后你已经习惯有他在，那一条路我们一起牵手，这段风景我们一起看过，这部电影我们一起欣赏过，这种陪伴的感觉让你已经习惯了，所以感情上突然的空虚会一直不断的让你想复合。不过复合真的是一个充满各种状态，然后考虑好多好多的议题哦。里面有好多纠结的情感还有好多要思考跟解决的问题嘛。曾经可能跟他有非常深厚的情感连接，他看你一眼的时候，你仿佛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那一眼瞬间，你彼此之间都认定了彼此，那满眼都是你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你对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些难以言喻的牵绊。然而，即使有着复合的渴望当时的现实如果没有解决，我们还是得去面对还要考虑到复合后可能会带来的挑战跟困难。其实人往往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还有在过去那段长期的关系中建立的习惯，早上起来帮他煎煎蛋然后跟他聊聊对未来的期望晚上的时候跟他抱怨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安抚着你。这种长期建立的关系跟习惯，你会很容易忽略你们之间曾经的矛盾冲突还有负面的感觉，所以你就会很想要回到过去那个状态。在某种情况下复合还是会持续那个时候的矛盾争吵，还有揪心痛苦困扰吃不下饭。虽然彼此曾经那么的相爱，但分手后再重新开始，就表示你必须要揭开伤疤嘛，对不对？你还是要解决当下那个时候你没有解决的问题跟冲突点。所以先静下心来，我们闭上眼，好好的问自己，我们该复合吗？我们该复合吗？闭上眼思考，想好了吗？以下有3副棋子 A、B、C。当你静下心来想好我们该复合吗？选择一副棋子，让我们来帮你揭开复合后状态。好了，我们来看看选择 A 的朋友。哇，在感情的世界里其实分手的原因有很多种，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议题。有时候可能是对于那种未来的不确定，
我是不是可以跟他走下去？那这样的情形呢，让你好焦虑跟不安哦，所以你只好忍痛放下。不是表示你没有爱他，也有可能像是家人啊。比如说那个韩剧里面那个贵妇人，好了，你要多少钱才能跟我儿子分手啊？这样的压力，或者是朋友觉得，你怎么会跟这种人相处啊？所以你就觉得，好那么多的，好像是不是我真的看走眼啦、或者一些社会的压力。但是分手后啊，你其实还是深爱着他，或者是你跟他感情还是没办法断掉，那种揪心的感觉永远存，你对他的爱总是释放不掉，你还深深的爱着他，所以你其实还是希望透过复合来重新建立关系。所以从这副棋卦，我会建议你们不妨就放开心啦，就再试一次吧。也许他有很多的一些意见啊，可能有他的看法，好，不妨就接受啊，包容嘛。人跟人的关系本来就是像华尔兹一样，你进我退，我进你退嘛，那就会走得越来越好。不过啊，你要知道哦，过去那时候的外在压力呀，还是在的啊。虽然你跟前任复合是，你真的是很肯定，就是一定要这么做，因为这是你渴望跟希望，而且也觉得这样对是对的。然后你真的是很在乎这一段感情，你很重视这一段感情，然后你对彼此之间的关系，你还是深具信心，也知道他爱你，而你也真的很爱他。然后在面对外在的那种压力跟环境的因素啊，还是需要额外的坚持跟努力。过去你可能觉得没办法承受，你现在已经决定要复合了，你就必须要更有坚持，对不对？要额外的坚持跟努力哦。也许长辈还是会有给你很多意见，然后甚至连晚辈有跟你说，你不要喜欢他，你喜欢他就是不喜欢我啦。好，这时候啊，你要记得去安抚他们的担忧啊或批评，否则就是可能你还是会有一些不安跟犹豫。那当你已经决定要复合，这些不安跟犹豫啊，我是希望你可以放下，就好好的去享受当下，不要在乎外界的影响，专注于自己内心真正渴望的感受跟对未来你们两个之间的努力跟愿景啊。所以当你决定复合的时候，记得我们要有一个成熟的态度啊，那就是先花时间好好的自我反思，了解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你的需要是什么，你对这个段感情的想法是什么，你渴望的东西是什么，那过去的行为到底造成哪一些影响，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改变。好，所以你要诚实的面对过去的一些问题跟挑战，愿意进行开放啊跟真诚的沟通，来解决彼此之间的思考上的差异呀，还有一些问题。除了这样之外啊，我希望你去接受过去可能有一些不适当的相处模式啊，或者不适当的沟通的错误，然后愿意彼此共同的学习跟成长，也跟对方确认了一些彼此之间的界限跟期望，避免跟过去的问题会一直不断的重复出现。所以这时候啊，你们两个既然都已经决定要复合了，可以一起定一些短期跟长期的一些共同目标啊，然后持续用开放的心胸，然后努力的跟他沟通，还是要给彼此一些时间，有时间相处，然后了解彼此的感受啊、需求跟担忧。所以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哦，不要一回家我们两个人就懒在床上啊，或者懒在沙发上啊，都不想跟彼此谈话，谈话的永远是你的手机。你要去了解到你们之间沟通是很重要，而接受彼此之间的优缺点，不要期望对方会完全的改变，然后去思考自己到底期望什么、渴望什么，来减少对未来的一些失望跟冲突。了解啊，我们两个复合啊，其实是需要一些关系的重建的时间跟耐心啊，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嘛，对不对？毕竟有分开一段时间，那我们之间那个信任的重建呢，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努力的，不要太快就急于，我要跟以前一样，要让彼此之间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改变。即使在复合后啊，也要保持一定的个人空间跟独立性。
这样子才能够维持一个个人心理很健康的状态，还有自我的成长。那你们两个之间就会建立一个更加稳固的感情。毕竟先爱自己，你才懂得怎么爱别人；先了解自己，你才懂得对方，那你们的关系才会更稳定哦。好啦， A 的部分已经讲完咯，有没有什么问题呢？那我们现在来讲 B 这个棋卦咯。选择 B 的朋友我其实是还是会跟你讲说，可能先暂时缓缓吧，要复合的话，因为你内心你虽然可能情感面你可能觉得回家很孤单，可是你其实还有好多的担心跟忧虑，那些东西都还离不开，还是存在的。然后可能前任还是表示很关心你，很保护你然后很照顾你可是这些行为跟态度还是会让你感觉到有一些压力有一些不舒服，闷闷的。然后呢，让你不断的跟以前一样，一直不断的挣扎我是不是真的要跟他再重新复合？所以这种内心的冲突会让你没办法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要跟他复合。所以我会觉得你要不要考虑一下，要不然就先找一段新的生活方向避免过去这一段感情束缚你的成长跟幸福。所以当你决定不复合的话，我希望你开始去理解跟接受自己真正的需要，因为你可能不想太被保护嘛，太被关心，渴望还是能够有一些自我的成长。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接受自己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学会呢，在经历分手后要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啦，还有一些处理的一些模式要成熟。然后包括接受自己的情感反应嘛，分手总是会难过孤独的时候还是想找人陪可这是我们谈恋爱的目的嘛，所以不要在饿的时候去买东西嘛，那你总是会放错东西在你的购物车里，所以也不要在太孤单然后太寂寞的时候去找另外一半，那就很难真的找到对的人。那以上的分享，我希望对你是有帮助的。那我们来看第三副棋卦第三副棋卦呢，我们来看一看。好，选择 C 的朋友我会建议你们可能先不要。你跟他感觉就是一个蛮有能力的人，好，然后彼此对彼此都有一些的想法，好，希望对方可以做你心中觉得最好的那一面的人。然后你也有一些意见，彼此之间有一些意见。虽然你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他也觉得你很不错，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你们就难免会有一些个性上的差异认知上的冲突然后不断的争吵。明明就是这样做才对，你为什么不听我讲的呢？对不对？你就会感觉自己被困住，突破不了，没办法从这种很负面的情绪跟困扰中走出来。这样情形我会建议你，因为你们可能复合后还是会重蹈覆辙，说不定下一个人会更好，所以去寻找真正能够让你自我成长跟快乐的道路，一个人也不错对吧？好，所以呢，选择如果不复合我会希望你们去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愿意接受现实目前的状态还有改变，没有一个人要完全服从你。好，包括如果你以后有小孩也是一样的。所以呢，去接受目前的状态，然后尊重彼此，然后学会如何在情感上独立跟成长。这让我想到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抽烟的人，然后很讨厌那个烟味，那你也不希望另外一半是这样，那你就不要找一个会抽烟的人对不对？然后再叫他要戒烟。如果你喜欢的是一个可以跟你窝在家宅在家一起聊聊是非八卦啦，或者一起看看小电视或者是看看什么一起做好多事，那你就不要找一个雄心壮志然后需要在外面不断的奔波的人嘛。所以接受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然后也去用很成熟的态度去放下对过去的一种情感的包袱，然后你就会找到自我实现跟幸福的新的一条路凯蒂斯难免就看到这个
话题跟占卜结果，就很想给你们分享一些啦。就是其实啊，在分手后啊，我会希望你们还是去好好的调试，那个内心的恢复是很重要的。所以等一下我会说一些可能比较适合的一些调试的方法，希望对你能够度过这段困难的时光吼。首先呢，你要接受自己会有各种情绪，可能哭啊、眼泪啊涌上心头，眼泪总是在眼眶中泛滥，顺着眼泪滴到脸颊，再落到枕头上，那种痛苦。你可以去经历这样的情感啊、情绪呀、这是正常的。人总是会悲愤、困惑跟孤单。他不是答应过你，然后会好好对待你吗？他不是给过你承诺吗？所以会不会生气？当然会啊，所以这是正常的反应。所以你要给自己一些时间跟空间，不要急着我要赶快走出伤痛，因为要记得时间是最好的良药。透过时间跟距离跟空间，你慢慢的你就会让这个情绪跟情感慢慢的降低。然后再来就是希望你们一定要把心里的苦啊跟别人信任的人聊天，这样才可以帮助你理清一些思绪，让你看到说啊，你都忘记了你们之前发生那么多冲突，你现在只是想到好的，减少那种孤独。我们可以参加一些活动啊，跳舞啊、运动啊、旅游啊，一起去出国啊，或者是一起去交朋友，这都有助于提升情绪呀。或者你可以跟凯蒂斯一样，你就去学一个全然没有学过，也觉得以前不会学的课程或内容。这样就可以有助于你专注于未来，减少过去的纠结哦。还有啊，试着控制自己的一些想法，你不要常常又把自己丢进去那个分手那个情境。当下是不是讲了什么话，所以他就决定离开我的？会不会是我当下做了什么样的事，所以他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不要去一直在把自己放大，要努力往前看呐、那一段就已经走啦，干嘛一直要播电影呐、对不对？好，所以但是如果你的情绪还是一直困在里面出不来，好痛苦哦，非常痛苦。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心理咨商师啊或治疗师的一些专业的帮助。然后这些方式呢，可以让你逐步的走出分手阴影啊，还有困难啊，然后重建你最美好的生活。我是凯蒂斯，很高兴能够透过这些奇观来跟你分享这个最困难的话题，到底该不该跟他分手？然后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好，凯蒂斯祝福大家都能找到最适合的另一半。我是凯蒂斯，下次欢迎见。对了，哈哈，凯蒂斯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留言，来告诉我你想要探讨的一些话题。说不定下次的话题就是你提供的哦。好，我是凯蒂斯，希望你跟我一样，更了解自己，更了解他人，然后创造出最美好的生活。我们都是在最美好的时光遇到最美好的人。拜拜，我是凯蒂斯，下次见。